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Klein 的一致性的 V2 版本。这一次重点解决的是偏色和偏移问题。这一次的内容主要先介绍一下 V2 的一些特性，然后就是有一些人总问我这种抽象东西是怎么训练出来的，然后我这一次就一起给大家说一下数据集是怎么制作的，然后在线和本地训练的一些参数和怎么去配置这些方法。这次一起跟大家说了。好，我们接下来先看特性介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V2 相对于 V1 有一些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V2 相对 V1 的这个审美方面和色彩方面会相对好一些，质感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第二个方面是我们 V1 的版本会在图像里面加很多的细节。这个在场景里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换在人物里面就会显得细节太多了，包括一些产品图里面也会出现这种细节太多的问题。V2 版本的细节增加就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了。我们来看一下对比 ，V1 的细节太多就导致很脏 ，V2 就相对好很多，跟原图的一致性的还原也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Klein 的这个就非常的油，而且一致性丢失的非常严重。我们来看另一个方面，就是颜色偏移。这次的颜色偏移控制的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颜色特别大的偏移的问题，但是亮度还是会有一定的改变，这个是几乎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看一下 V1 的版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饱和度已经开始变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Klein 的 ，Klein 这个更明显了，这个非常的灰，所以整体来看 V2 控制的就是相对很好了，只有一些亮度的变化。接下来这一组是 V2 版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严丝合缝的。看一下这个衣服的颜色也没有改变，基本上是很稳定的。好，看一下 V1 版本，可以看到 V1 版本增加了很多细节，导致这个衣服的面料开始有一些变化。Klein 就是没有保持住我们想要的这个形状。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V2 版本的一致性保持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来给没看过的人回顾一下这个一致性的 LoRa 是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 Klein 在编辑的时候，尤其是进行特别大的编辑的时候，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树木森林全部都消失了，它的一致性都变化了。而使用了一致性的 LoRa 之后，树木这些一致性就有得到很好的保持。我们的一致性是通过这个 LoRa 的值来控制的。如果不使用 LoRa 的话，编辑其实就是一锤子买卖，它发挥成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控制。而通过 LoRa 我们就可以控制原图一致性的强度，基本上是从 0.4 到 0.8 效果是逐渐增强。比如说现在 0.5我们调到 0.8， 看我们的 V1 版本控制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V2 版本的也是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对比，这个是 Klein 的，这个是 V1 版本。V1 版本总体都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场景来说，增加细节的也是非常不错。V2 版本是对色彩的还原是更好，所以并不是替代关系，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混合使用。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更多的案例。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你没有使用一致性的话， Klein 就是会让这个人悬空，就是非常的不合理。我们使用一致性 LoRa 就会修复这个问题。还有 V2 会修复一些场景的过饱和问题，也会避免 Klein 的生成乱七八糟的场景。在衣服试穿里面，无论是背面还是正面，总体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在数据集制作方面，这里就必须引入一个相当核心的概念，这个可能全网都很少有人讲，就是建筑数据对整体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组建筑的光影变化，这里有一组纯人物的光影变化，然后我们看一下训练出来的打光 LoRa 的对比效果。这里使用的是千问2509训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2509本身是不能移除现有的光线增加新光，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然后我们使用纯人物光影数据集训练的，
它在很小的范围内移除了光影，但是还是有这种不自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纯建筑光影的数据，它没有任何的人物的光影变化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就是能够具备这种移除光线的能力。这个是通过纯文本来控制。我们看一下提示词是改成圆形氛围灯光照明。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千问本身的能力。这个是使用人物光影的数据集，能移除一部分，但是不多。这个是使用建筑光影的数据集，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建筑数据在训练中的权重是非常非常高的。接下来就拆解一下我们数据集的数据结构。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建筑数据，我们这里有非常多，例如模型转照片、线稿转照片、白模转照片之类的。数据的制作也非常简单，例如我们现在制作的使用 Kline 上传一个图片，然后提示词是转为 3D 白色模型，可以看到效果非常的好。同样的，我们提示词可以转为线稿，可以看到 Kline 制作数据集的效果非常的好。第二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 Kline 制作比较低细节的对比图，我们需要这个数据来创造更多的细节，并且让图片变得更锐化。但是这一步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像图片中的这个数据就出现了明显的颜色偏移。我们来看一下有增加细节和没有的训练出来的对比效果。这个效果图是没有使用增加细节的数据，这个是使用了增加细节的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可以看得出来，使用了这个增加细节的数据，整体的效果是比较锐化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晰，而且质感比较好。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这一组数据就是强调衣服的位置、大小和颜色不能改变，这个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建议最好还是加上这一种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制作也是非常简单，我们先上传一个这个图片，然后主要是靠提示词保持衣服位置不变，移除人物和场景变为白底图。可以看到这个抠得非常的干净，但是还是会有偏色的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最好在 PS 里面尽量给它调得更接近一些。最后一组数据就是产品的颜色变化，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产品它变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就会导致一些随机性。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是比较喜欢更随机一些的，可以看到有一些图片的表现就比较好，但是有一部分的图片就会导致有一些畸形的问题，所以这组数据就是选择性的，可以加可以不加，看个人喜好。接下来就是数据集的尺寸，推荐就做1024×1024，不是说其他的尺寸不行，而是我们避免新手遇到的各种麻烦，而且我们以后如果是需要反复使用的话，就是要避免这种尺寸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就直接统一成1024。接下来就是提示词工程的问题，这个上次在模搭的时候忘了讲，所以现在就给大家补上。Kline 跟千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把 Kline 当做一个纹身图的模型，所以它的提示词权重非常的高。而千问2511这种就是纯编辑模型，你只需要描述清楚你需要变化的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两个模型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命令是将图1的红色替换为图2的桌椅，它就完全不听使唤。而我们把提示词改成命令加描述图片的形式，就是在后面增加变化后的图片描述，比如说左边有个桌椅，后面是亭子，在后面是大海，这种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提示词对应的不同的效果。就像千问，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将图片变为真实的照片，效果就非常好。而 Kline 你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你需要详细的描述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命令是什么，它的效果就非常好了。比如这个你就可以说将室内的植物、建筑、桌椅等图片由模型变为真实的照片，这个就可以说
保持衣服不变，增加模特和场景。这个就可以说将橘黄色的楼房和远处的建筑变为真实的场景。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在线的怎么训练。我们使用 AI-Toki 的这个炼丹器。我们要是训练 Client 的话，4090的24级就足够用了。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是训练着玩的话，最好就选这个最低配置的这个钱，只需要1.7块1个小时。如果是你比较赶时间的话，你就可以用5090的去训练，也只需要2.5块。我们现在演示一下使用 4090D 去训练。我们点击一下创建实例，我稍微等待一下它运行。我们来讲一下数据集的整理思路。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Start 跟 End 的这个目录，开始跟结束。然后我们需要保证它们两个的名字一模一样，所以我先把它放进去之后，把这个也改成21。可以看到我们的 Start 跟 End 这个数据的名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提示词是需要放在 End 这里面的，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跟它的图片一模一样的名字。比如我们现在提示词是将产品的外壳和数据线由黑色变为银灰色，我们需要把这个名字和提示词一一对应。现在我们准备好了这个 Start 跟 End 的这个数据集之后，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创建好了镜像之后，我们点击这个 AI-Toki 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在线的这个它的模型都给你下载好了，所以相对操作比较简单一些。我们先来创建这个数据集，我们建一个 Start， 创建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 Start 拖进来，好，就可以看到已经上传完毕了。我们再建一个 End， 这个名字可以自己取，我是为了方便就这样子取的。我们一起拖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提示词就已经进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去修改提示词，例如将手机改为橘黄色。我们要是发现批量的提示词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重新上传，就可以看到我们上传的这个值就会覆盖掉我们之前手动修改的。我们现在点击这个 New Job 创建一个这个训练的项目，然后名字随便取，你叫个123也可以，自己好记一些的都行。触发词可要可不要。如果是我们训练一致性的话，触发词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是你训练其他的，你可以要触发词。然后模型我们就选择 Client 9B， 其他的都不用管。然后这个低显存我们可以关掉，因为我们24级够用了。这里的 rank 值就是你调的越低，它学的就越快；调的越高，它学的就越慢。我是更习惯用64，但是它会导致你 LoRa 的内存占用比较高。比如说64的话是需要占用300兆，32的话就只需要占用100多兆。但是我觉得64的效果更好一些。它们的训练速度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的，所以能大一点就大一点，反正电费都差不多。然后这个就是保存的这个步数，它是250步保存一下，然后总共保存4个，也就是说它一共保存1000步。后面训练的会把前面的替换掉，例如我现在训练了3000步，那它实际上保存的就是2000到3000，一共1000步。至于步数怎么算，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例如你现在有100组数据，那你的理想步数应该是10000步到13000步以内。所以我们可以预估一下，假如说在5000步到10000步之间，我是想找一个更好的，那我可能就设置一个500步保存，然后我想保存5000到10000的，那我就需要保存10个，它就总共能保存5000步。然后我这里就直接设置成10000，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都可以保持默认。把这个打开，就是它会把你的文本先编码到你的内存里面，下一次加载速度会相对比较快，其他的都可以保持默认。然后这个 target 就是目标，然后我们就选择 end， 然后 control 就是我们的编辑模型可以有多个图片的控制，就是图1、图2、图3的控制，比如说图1穿上图2的衣服，这种我们就可以训练增加2个数据集。
我们现在是只有一组数据对应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 start end。你如果想要训练多图的话，一样的建数据集，相同的名字增加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管。我们现在是1024，我们就把这些都关了就行了。好，这里也是，这里 sample 就是它会给你示例，就是每跑多少步就会给你生成一个例子。例如我们现在同样也是选择500，跟这个保存的轮数一样，这样子比较方便找。例如我们现在想测试一致性，我们就可以上传一个图片，然后提示词就可以写，比如说变为夜晚，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会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多上传几组，提示词也可以写的刁钻一些，比如说变为冬天、变为夕阳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你的喜好。它就是一个测试，我们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就点击创建，然后点击开始运行就可以了，然后就等它慢慢加载就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训练好的一致性的这个，可以看到最开始它的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的大的，然后越往下面它的一致性就越高。好，现在在15000步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比较灰暗一些，但是我们比较喜欢明亮一点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12000步，看起来就比较舒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loss 曲线，在 Klein 的话，这个曲线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你不管它怎么跳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这个最后还是要依靠这个测试的效果图，还有你自己下载下来测试，换各种各样不同的图片，才能知道哪一个效果更好。然后需要说的是，云端的这些训练的加载速度还有训练速度是比本地 Windows 要快的，可能是系统比较轻量。本地 Windows 光是加载这些模型都需要好几分钟，在云端的话1分钟就可以搞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运行了这个示例，这里看起来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另外需要讲一下的是，无论我们是运行完毕，还是说我们中途点击了暂停，它都是可以修改的。假如说我们现在觉得15000步还是不够，我现在调成18000，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步数就变成了18000，我们点击开始，它就继续往后面训练，这个训练就相对很可控了。等我们训练完毕之后，我们就点这个释放，就可以结束这个租用。下面我们就讲一下相对比较复杂的本地部署。我们首先需要安装2个东西，记住我们所有的搜索都要在谷歌里面去搜索。国内的搜索这个排名吧，懂的都懂。第一个我们需要安装 Docker， 然后我们搜索 Docker 之后，我们进它的网页，然后下载它的桌面版。例如我们现在 Windows， 我们就下载 AMD64。下载安装之后，我们需要看一下任务管理器的 CPU 是否打开了虚拟化。如果没有打开的话，我们同样的是谷歌搜索，我们同样的是去搜索 Gemini， 一定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谷歌搜索上面完成。然后我们如果是遇到了任何安装问题，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把各种的那些报错，甚至是截图发给 Gemini， 然后问他怎么去解决，他就会给你解决。第二个我们需要安装的就是 AI Toolkit， 同样的是在第一个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项目，直接点击下载这个 zip。好，我们现在解压之后，我们在这个窗口打开这个命令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构建命令，我们可以复制，然后粘贴，它就会自动拉取。等拉取完毕之后，就可以在 Docker 里面找到这个东西。国外的用户就可以直接这么构建，国内的用户就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国内的用户网比较差，我们就需要先编辑一下这个 Docker Compose 这个文件。我们点击右键记事本打开，然后这里就是用户的密码，你可以随便输个123都可以，到时候登录的时候需要输这个密码。然后在这里新建一行，输入这个就行了。这个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根目录的 Models 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件夹 Models， 我里面放了非常多的模型，然后把它映射到 app.ai toolkit.models， 把它映射到 Docker 的这个目录里面，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改大一点，避免后面的运行的报错。改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保存就好了。保存之后还是同样的这个构建命令，然后粘贴到这个命令行构建就行了。这个构建过程也是需要一些网络的，大概会下载10个 G 左右。等我们构建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它就打开了本地的8675这个端口。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创建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由于我们网络问题，我们最好是在 ModelScope， 因为它是国内的站嘛，它就不需要跑我们的网。例如我们现在下载这个 Client， 我们就搜索一下这个 Client，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Client 的 Base 9B，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 Client 的模型，它是 Base 版本，是可以用来训练的。然后我们就复制这个标题，在我们的 Models 里面新建一个这个文件夹。好，我现在已经是建好了。然后我们点这个下载单个的这个，点复制。复制之后，我们需要稍微手动给它修改一下，我们就建一个记事本。它因为是下载单独的这个文件，就是这个 README 的这个文件，我们把它删掉。删掉之后，它就是下载整个模型。后面的这个 local 的目录，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删掉。点斜杠就是代表下载在根目录里面。好，我们现在复制，右键打开这个终端，然后粘贴。好，可以看到它现在在下载了。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也是出现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模型。现在其他的步骤跟在线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输个123，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GPU， 也可以选择触发词，然后我们现在同样的选择这个9B， 但是这里是必须要修改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字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文件夹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前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前面这个它是从 Hugging Face 下载，我们就直接引用本地。我们就打开刚才这个 Docker Compose， 我会整理一个需要用到的这些命令的文件给大家。然后我们就复制刚才的这个目录，从斜杠 app 开始复制，然后替换这个，替换好了之后就是这种，它是引用的 Docker 的这里面的 Models 这个目录。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地这个目录，我们后面要训练任何模型，比如说像 ALTX 2.3 之类的，都是按这个方法。例如我们现在选择 ALTX 2.3， 同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改掉，改成我们的 Models 目录，后面的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文件夹的这个目录去安装就行了。像现在它这个是 ALTX 杠 2.3， 我们就是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文件名字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每次使用就只需要改前面这个就好了。然后下载模型，刚才也说了怎么使用命令行拉取，中间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在 Gemini 里面问。例如你现在在命令行里面运行，假如说你没有安装这个 ModelScope 的这个，它就会报错，然后你就需要复制安装 ModelScope 这个命令，然后粘贴进来安装。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报错，因为你没有安装 pipe， 所以它会有非常多的报错。你就把它的这个命令行里面的所有报错都复制下来，然后丢给 Gemini， 你跟他说，哎，我遇到了什么问题，他就会一步一步的给你解决。本地部署相对比较复杂，但是只有第一次配置比较复杂，后面使用就非常简单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Show Advanced，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些任务。我们现在复制，假如说我们想要新建一个，我们就直接粘贴进来，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所有东西都是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可以比较快捷的去训练。今天的内容比较多，讲的也是尽量的详细了，希望新手也没有太多的疑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